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1月6日，周三，欢迎收听这期的快点新闻，我是佳佳。这期我们不说加沙战争的消息了，说报道一桩有关中国的消息。有报道说秦刚可能被自杀了。有比较严肃的国际媒体今天报道说，有消息人士声称他的确是死了。这是美国杂志 Politico 今天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习近平正在进行全面清洗。该报道说，习近平为了铲除被他认为是敌人的人，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官员都正在消失，这显示出北京高层不稳定的迹象。该文章说，当全世界都正在因中东和乌克兰的战争而焦虑不安时，一场斯大林式的清洗正在席卷中国暗箱操作的政治体系，而这会对全球经济甚至地区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中国安全部门已经将镇压升级到了极致，但从外部，人们仍然几乎不可能知道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在极其秘密的政治体系中。秦刚这位几个月前的中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突然不明原因失踪和被免职只是两个例子。这两人都是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就在失踪的前几个月，他们才刚刚被精心挑选和提拔上来。其他的人还有包括负责中国核武器计划的将军和一些监管中国金融部门的最高级的官员，其中几个习近平的前助手显然已经在拘留期间死亡。还有一个显示此类不祥征兆的是众所周知的李克强的突然早逝。尽管作为刚退休的国家前总理、共产党里的2号人物，李克强享受着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条件，据说却突然在10月下旬在上海的一个游泳池里死于心脏病。他去世后，习近平还下令大幅减少对他的公开哀悼。许多人把这种游泳池心脏病发作与普京身边的俄罗斯官员从窗户跳下去相提并论。我们都知道，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以无休止的清洗运动，从打老虎到打苍蝇，已经清除了数百万官员。不过今天的局势不同之处在于，被清除的高层官员不是敌对势力的人，而是习近平最亲密的忠实下属，这使得国内外各界严重质疑习近平政权的稳定性。正如傅志斌先生曾预言的，在习近平终于达成独裁的集权目标后，现在才是危机的开始。在首都北京如此炙热的政治气氛下，人们担心的是，因为独裁而孤立和偏执的习近平可能会误判，这也许会挑起与比中国弱小的某个邻国的武装冲突，比如菲律宾，甚至对台湾发动全面入侵，以转移对他的内部事务烦恼的注意力。中南海内部引发的政治地震正在加剧中国经济本已严峻的状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本周将前往北京，这是近5年来首次面对面的中欧会议。他表示说，我们看到中国在国内受到挑战，社会老龄化、人口结构不平衡、严重的住房危机、经济增长放缓、意外失业率增加，因为离开大学的年轻一代不再能够在私营企业找得到足够的工作机会。上周，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向伯利蒂克杂志表示，中国国内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中国还有商人悄悄地向人抱怨说，他们被要求在花费无数的时间来学习习近平思想。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浮夸的政治口号，归根结底是无意识形态的集权统治和个人崇拜重返中国。最近几周，中国头几名投资银行被禁止对于宏观经济或市场的负面评论，以及任何可能表明这些银行家过着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行为，就是不能显摆啊，形式主义也加剧了。从习近平上台就任主席开始，他推行的从未真正结束的反腐败运动中，不断清除了他真正和想象中的敌人。数百名高级军官以及党内的数千名高级官员被逮捕、失踪，或被迫自杀，或在看似自杀的情况下被杀。
而这种常年清洗，使得权柄落到了那些在习近平职业生涯早期与习近平共事的省级官僚手中。他们获得重用的主要资格就是对于领袖的绝对忠诚。文章说这些从小地方上来的地方官员，现在构成了在中国拥有最终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大多数。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忠诚人物就是秦刚。在担任中国首席礼宾司后，他在中国政府内的地位像火箭一样获得快速的晋升，他的职业生涯迅速达到了巅峰。在短暂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后，秦刚于21年就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不到18个月后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三连跳中国官方将这一独特的快速晋升归因于他与核心领导人的亲近和个人青睐。可在就任部长只有6个月后，今年6月份，在北京分别会见了斯里兰卡和越南外长，以及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卢登科之后，他突然就消失了。据几位接触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副外长卢登科去北京的真正任务是通知习近平，他的外交部长和几名解放军高级军官已受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威胁。如果是真的话，这场会见就成为了关键。秦刚失踪后，传出有关他与凤凰卫视记者傅小天的绯闻。据传闻说，他两人生了一个孩子，因为是生在美国，所以是美国公民。这些故事明显是在极为严格的中国网络审查机构的同意下，才可能在网上广泛传播，所以是官方授意的传言。传言还说，傅小天就读于剑桥大学，这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暗示傅小天可能是间谍。他们是在10几年前秦刚刚被派往驻伦敦大使馆时，他俩第一次见面。还有他在英国剑桥命名的花园，暗示他不是一名寻常的记者。在秦刚失踪之前，傅小天在社媒上暗示秦刚为孩子的父亲。然后4月份，他乘坐似乎是中国政府包租的私人飞机返回北京，此后就失踪了。中国的宣传系统强烈暗示是这一事件和他们在美国的私生子是秦刚被清洗的原因。但是 Politico 认为，根据几名与高级官员接触的人士所称，秦刚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是卷入了一起更为严重的丑闻，是涉及国防部长和负责监督中国核武器计划的火箭军的指挥官的丑闻。因为几乎在秦刚失踪的同时，火箭军最高司令和几名副手也全部失踪。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火箭军部队的其他几名现役和前任高级军官也同样被拘留，还有至少1名前副指挥官死于不明的疾病。失踪的指挥官最终被正式免职，并由海军和空军军官接替他们的职务。这在中国军中是非常罕见的事态发展，因为火箭军的高级指挥官几乎总是从军种内部晋升。在火箭军清洗事件被中国官方承认后不久，今年3月份，习近平任命为中国国防部长的李尚福也失踪了。10月底，李尚福也被正式免职。接着7月份，秦刚被正式解除外交部长职务的前一天，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简短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对这个阴谋的猜测。报道称，自2015年起，担任保护中国最高领导人和监督习近平私人保镖的中央警卫队司令员王少军于3个月前因治疗无效已经去世。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近年来大规模扩张。据了解，中国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俄罗斯副部长卢登科给习近平的信息包括了指控秦刚和火箭军高级军官的亲属帮助将中国核机密传递给西方情报机构的消息。这就和前面提到的在卢登科访问北京后，秦刚就失踪的时间线对应起来了。据Politico的这篇报道说，中国的这些官员其中有2人声称，秦刚已经于7月下旬在治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北京军队医院内死于自杀或酷刑，也就是被逼自杀。文章最后总结说，因为中国制度的不透明，所以没法明确证实这些说法，中国政府也不会评论中共的党内运作。但既然有人敢透露这些消息，显然也是有人受益的啦。
也许就是中国官方的受益。而西方高级情报官员当被问及中国的清洗行动时，也拒绝发表评论或谈论此事。但这些说法本身的耸人听闻的性质，清楚地表明着北京弥漫着一种紧张和狂热的偏执情绪。无论是偶然还是有意为之，这种情绪在今年夏天加剧了。因为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境内重建网络的工作取得了进展，并且在中国拥有强大的人事情报能力。所以中情局负责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说这些话，是故意给习近平上眼药的，以至于这种偏执延伸到了官僚机构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令那些被视为过于西化或与西方敌对势力关系过于密切的人蒙上了阴影。一位英语流利、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的中国高级金融官员通过电子邮件通知《Politico》杂志，他无法再参加即将在中国境外举行的活动，也无法通过电话连线发言。近几个月来，他和数十名高级财务官员一起被免职。这些官员通常是在被指控腐败后被免职的。该官员的一名同事表示，他目前因距离美国太近和可能是间谍的嫌疑而接受调查。这似乎是中国任何过于热衷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对于那些仍然相信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总之，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属于西方阵营的其他国家的未来关系，都不要抱任何幻想。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这个消息是怎么看的？欢迎你们在留言区踊跃发言，继续讨论，留下你们各自的观点和评论。这里是快点新闻，我是佳佳，谢谢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支持我们的频道，记得要点赞还有转发，欢迎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